兔子呢，在我们四川非常的受欢迎，其做法也是多样化的。它主要是口感好，营养价值高。不知道其他地方喜不喜欢吃这个兔子哈？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兔子继续来做这张年夜饭的菜谱。第4道菜，冷吃兔丁。做冷吃兔，我们在选择这个兔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新鲜寡的。不要用那个冻货，冻货做出来口感就会很差了。第一步要把这个给它宰成大小均匀的壳块，尽量宰来小一点，小一点的话它才会更加的入味嘛。基本上就是1厘米见方的丁。这个冷吃兔呢，现在一般有2种。有一种是去了骨的，就是直接把兔肉的骨头去掉之后再来炒的。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炒这种带骨的，带骨的话吃起来会更加的香，但是去骨的吃起来就更加的方便。全部宰好过后，放一个大点的盆里面，加入1勺盐，加入清水进去，再次呢给它抓洗一下。主要是这个骨头宰开了之后呢，里面有这样子红色的血水，所以宰过之后再洗一下，炒出来它才不容易发黑嘛。再倒出来把水分给它滤掉，清洗干净的兔肉再次加入盐，加一点盐的话，主要是给它码上一个底味。配散的姜葱、胡椒粉、高度白酒，给它码匀，先腌制个15到20分钟。冷吃兔它的香料就特别的简单了，主要是这个辣椒结合干花椒。咱们先把辣椒剪成这样的筒筒。在选择辣椒的时候也有讲究啊，要选择荷兰的这个新一代，它主要是颜色好，香味的话还可以。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微微的辣，如果你选择很辣的辣椒，到时候根本吃不下，再香都没有用啊。这个剪辣椒的时候，给大家一个温馨提醒哈，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，避免辣伤。第2个的话，就是不要去屙屎屙尿，到时候辣到了，你们可不要找我来麻烦。把辣椒籽给它稍微过滤一下，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。冲洗主要是把辣椒清洗干净，还有一个就是避免等一会儿炒的时候给它炒糊了。再来一点干的青花椒和红花椒。还是放到水龙头下冲洗一下，防止炒糊。冷吃兔呢就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东西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炒了。炒的话一定要用纯正的菜籽油，炒出来才有那个味道，香味才够。第2个的话就是油稍微多一点，不能少，油太少了炒出来它也不好吃。先把菜籽油给它炼熟，在烧油的同时，我们来切上一点葱、姜还有洋葱，用来拉油。菜籽油炼熟，把它放下去，小火慢炸，主要是把它们的香味炸到油里面来。全部炸干香过后，用漏勺把渣子打掉。油温继续升高至7成热，加入兔肉。先用大火快速的把这个兔肉的水分炒掉，腌制兔肉的姜葱一起放下去啊。兔肉刚下锅的时候水分比较多，这时候是用大火快速的炒。兔肉大约炒了7、8分钟，油渐渐的清亮了。现在来一点香料，八卦大料、白芷。这样我们转中火给它慢慢的炒了，就不用大火了。大家不要慌，不要忙哈，离炒好的话还早得很呢。边炒的时候，我们边把里面的姜葱给它夹出来，不要了，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，去腥压抑。第2个是给油也增加了香味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不夹出来，等一会儿全部都炒烂了。兔肉炒至表皮开始微微的发干发黄的时候，把干辣椒和干花椒下去。辣椒和花椒一定不能提前下，你提前下很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辣椒和花椒已经炒糊了，但是兔肉还没有炒香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用中火慢慢来炒制，
把辣椒和花椒的香味炒到兔肉里面去。炒着炒着，兔肉的颜色就越来越深了。你们看有多漂亮，金灿灿的。这个时候，来上一点炒熟的白芝麻，芝麻在里面既有点缀，又有增香的作用。这时候再来调味一点点盐、糖、味精，因为我们在码味的时候就已经码了盐哈，所以我最后才来调味。烹一丁点料酒，主要是让盐和味精这些可以炒化。继续用中火炒，把刚才放下去的料酒全部炒挥发了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喜欢吃的辣的朋友哈，起锅前还可以放一点刀口辣椒面和花椒面进去，那样子味道更加的巴适。出锅前再来上一点山奈粉、八卦粉，活转的，关火出锅。拿个大点的夹子给它装起来。冷吃兔做好过后不是当场就吃的哈，一定要让它在这个油里面泡12个小时，明天再吃它口感会更加的好。非常好吃的一道冷吃兔丁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来的兔肉哈，特别的香，并且麻辣开胃，爽口。做法呢也算超级简单，就是炒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点。可以提前做好年夜饭上的凉菜必备的一道，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就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。当然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。其实这个呢就是先暂时凑一个数，咱们上桌吃的时候哈，冷却之后用个小碟子舀一碟就可以了。这里应该是3份的量，热的也很好吃，不过冷了之后它会更加的干香。那吃里面有泡着的更香。有啥子？有里面泡的。这不是有泡着的吗？人都有。我要过年的时候，你多炒点，带回去吃，给我老爸姥姥他们尝尝看。那还不如直接回去再炒。带兔子回去，我们那里没有兔子。对，没兔子。当零食过年的时候，真的很不错，当小菜。冷吃系列的，除了冷吃兔是生炒以外，冷吃鸡也可以生炒。还有冷吃鸡啊。其余的冷吃系列一般都是熟炒，比如冷吃牛肉、冷吃鸡肩啊，这些都是煮熟之后再炒的。有没有冷吃鸭？有，冷吃鱼的有。给大人点赞，好吃。